挺有意思啊！哎，打有机会。不得不说，这一拳打的确实有点狠，要不是裁判快速反应过来进行阻止，恐怕这头小鬼子会被当场打昏死过去。狠人呐，这真是一位狠人！但凡让他在赛场上遇见日本人，那么小鬼子的下场不是被无情的重拳打晕，就是被他那娴熟的地面格斗技术打得满脸是血。这个格斗狠人就是来自河北的宋克南。虽说他的实力并不是特别的出众，平时打比赛也只是偶尔出现在重大赛场，但他所到之处确实是寸草不生。尤其是面对来华踢馆的小鬼子，宋克南内心就充满了战斗意志，不把对方彻底打昏死或者是打断气，坚决不会放弃戒备心去庆祝比赛胜利。第一头受害者，他就是曾被方面狠狠暴揍的高木健太。这家伙就算是被打死也不亏，在中国擂台大肆叫嚣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怪不得被中国选手们列为了首要攻击的目标，被直接打死不受罪，对于他来说都算是福报。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宋克南的精彩表现。红色拳套是宋克南，黑色拳套是高木健太。那我们的宋克南他是柔术比赛出身的，他其实摔跟柔术都不错。我认识一些中国好手啊，像马克沙提啊、哈比迪等等都被他裸脚了。所以在地面的技术是非常好的。双方果然在战力上面花些时间和精力了。对，宋克南一开始是以格斗为核心，最擅长的便是在地面缠斗与对手展开对抗。然而高木健太是一位从站立转战来到的综合格斗，为了能更好地展现出中国勇士的风采和对待来华踢馆的小鬼子的决心，宋克南毅然而然决定在高木健太擅长的领域将其打败，这样的胜利才能有足够大的说服力。你的机会了，还是靠地面解决战更好一些。好，所以我们进入地面了，有没有机会？哎，这个高木和方便打的时候，高木健太是日本踢拳界的副会长，输了比赛以后决定转战综合格斗混日子，趁此机会挑逗一下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结果第一次战斗就遇到了硬茬，宋克南可不会给高木健太发挥的机会，持续的进攻和给予的压力让高木健太有点喘不上来气，他就几乎是退役了，没出来打过了。然后去年调整完后的宋克南，他4场拿下 TKO， 所以他的战力火力也是非常的强。今天到宋克南的进攻非常决断，看到高木健太重心不稳倒了下去，眼疾手快的宋克南急忙开始进行强制进攻，幸亏这家伙跑得足够快，不然等待他的就只有宋克南的重拳出击。此时的比赛局势已经打成了这个样子，两人依然没有选择要打地面缠斗的迹象。这个攻防转换，包括战机的转变，都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取决于谁会主动发起这个进攻。那宋克南因为他已经具备了战力的火力了，所以呢，他也不急着一定要带到地面。谁的肾上腺素分泌的加快，到这个时候突然想我要下狠。高木健太也逐渐看清楚了猫腻，擅长地面格斗的宋克南竟然主动和他玩起了站立格斗。有点心慌的高木健太尽管很慌，但他也很稳，不着急的同时还能继续给宋克南施加压力。对比之下，宋克南的进攻貌似更加激烈一下，毕竟此时的他内心已经充满了战斗意志。对，包括接下来要出场的像巴特人的选手，也都带着深情的表白，希望把战胜对手的这份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和亲友，以表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那种奉献和支持。双方的腿法其实都不错哎。打其他国家选手可以说是杀戮并非我本意，战斗只为碗中食。然而对付日本选手的时候，中国选手一个比一个斗志昂扬，年轻选手非常渴望在擂台上建立功勋。宋克南轻轻松松就把高木健太打上了天，让其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武魂。用了个背膝，好凶狠啊！那一拳怎么还没出现来？还没出现来啊！叫啊！就这一下，哇，打到他的右颊。哎，接下来这头小鬼子可是一个老油条，身穿白色大裤衩的宋克南的对手，他叫菊田早苗，是一位柔术大师，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柔术高手，而是风靡整个日本柔术擂台的顶尖选手。一上来的架势就不一样，晃来晃去想把宋克南当成小虫子直接捏死。然而宋克南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ブラッドラゴン鈴木拓さんがいます。おっと近い距離で打ち合う、いきなり打ち合う。
はい。さあ、鈴木さん。はいはい。鈴木さんははい格闘技をやられていてグラバカなんですよね。はい。お、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腰強いな。い。いきなりですね、孫家のテイクダウン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はい。サンダーは投げ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まあ、タックル入っているのは菊田の方なんです。宋柯南把菊田早苗当成了拳坛老师傅，每一秒都表现得非常谨慎。然而菊田早苗却把宋柯南当成了来送战绩的。其实宋柯南在国内的名气并不是很大，所打的选手也只是一些普通的3流选手。但宋柯南曾在 UFC 打过比赛，虽然场次不多，但最起码在大赛路过面，让更多的综合格斗拳迷粉丝认识了他。ケージの際。そうですね、首投げの状態からですけれども、これ逆に気をつけないと後ろ取られてしまうので、足をかけていくんですが、腰が重いですね。は逆に下からこうアンダーフック室差し。别看宋柯南是综合格斗高手，但中国综合格斗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好，就连赛事都没有多少。于是国内的综合格斗运动员都选择去往国外，宋柯南也不例外。但身在屋檐下怎会不低头？在日本擂台打比赛的宋柯南，尽管他非常痛恨日本人，但他的实力有时候却会让宋柯南很無助。と言っていいでしょう、この孫家南。MMA もこれが3戦目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これまで孫家南は2戦2勝、まだ MMA で負けはありません。ただ鈴木さん。はい。これ、菊田は今回ですね、寝技で勝つと宣言しましたからね。はい。あんまり言わないですよね、それを。だから久しぶりにそういうこと言ったんで、あ、結構気合入ってる。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尽管宋柯南在综合格斗选手当中实力一般，但他最起码站在日本擂台狠狠暴打日本冠军，这个勇气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的。尽管对手是个远近闻名的柔术高手，宋柯南依然在顽强抵抗，用尽全力也要把对局保持在站立对抗。但凡进入到地面缠斗，那么局势就会被菊田早苗扭转过去。このガードがどれだけ硬いか、パスガードをさす能力がどれが高い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ちょっと見たいですね、孫家南選手の。まずは頭をポイント。そうですね、ここはまず、パウンド、菊田はパウンドで相手の攻撃をさせないような状況にまず追い込む。選手の息遣いが聞こえています。宋柯南被压制住了，不服输的精神此时此刻被宋柯南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秒都在反抗着菊田早苗的压制。奈何这家伙实在是太強了，地面缠斗技术完全压制住了宋柯南。当下的宋柯南也只能认清現實，等待合適的反抗機會。じゃあ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この何分間でも。はい。福田も今、フックガードから、ここからスペース空けて潜り、もしくはスイープ、腰を落としましたね。はい。これ孫家南選手が対応してるんですね。はい。間に足を挟み込んでいます。足十字の場合は逆に顔面狙われますんで。そうですね。ミスした後、そうなんですね。ここで話しました。はい。重新回到优势位置的宋柯南，他是一点都没有犹豫，果断向菊田早苗发起了猛烈进攻。面对眼前这位只知道防守的菊田早苗，宋柯南明白属于他的总攻要到了。此时不向菊田早苗发起最後的猛攻，真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宋柯南很有可能会因为犹豫不决输掉比赛。危ないですよ、危ないです、危ない。顔が腫れてますね。そうですね。左目の下。ここでこれはブレイクですね。時間が残り1分。これは菊田に残された60秒と言っていいでしょう。どうする？くっついていく。組んだ。いやー、押し込んでいくんですが、クラッチが取れているので、このまま外掛け、菊田大内刈りが得意なんですけど、気をつけ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このボディ。宋柯南发怒，谁也拦不住。面对满脸是血的小鬼子，他依然不顾菊田早苗的反抗，持续发起攻击。就算不能 KO 他，也要让他的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损伤。菊田早苗被打得不敢吭声，甚至连喘气都是小声，生怕宋柯南听到喘气声惹怒宋柯南，使出殺人招式。もう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ていく。菊田の鼻からは鮮血が見えています。菊田早苗が非常に厳しい状況を追い込まれて、ラストラウンドもう残り10秒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このまま中国の新生カンフーチャンピオンに飲み込まれてしまうのか、リビングレジェンド菊田。苦しい展開時間。最终菊田早苗被打服了，宋柯南成功取得了比赛胜利，将这位不可一世的日本柔术冠军打肿脸。怪不得宋柯南这么猛，原来是有嘎子哥李景亮在台下支招。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宋柯南打几分？